各位，我今天要揭开一个神学大惊喜，有一条路能让你跟神的关系瞬间翻转，还不用交保证金，不用考试，不用打卡。听起来很像诈骗，对不对？但保罗在罗马书3章21节就说，这不是诈骗，这是神亲自的救赎计划。保罗一开场就丢出炸弹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什么叫律法以外？犹太人听到这句可能差点呛到无花果，因为在他们观念里，义就是遵守律法。但保罗说，律法不是义的来源，而是义的见证人。就像律法是指路牌，不是目的地，你不可能住在左转200公尺那个牌子底下。保罗继续，就是神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意思是，不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是教会元老还是刚来的新朋友，门票价格一样，信耶稣。这有点像坐公车，不管你家有几栋房，投进去的硬币一样多。保罗立刻补一句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翻译成今天的话，全世界在义这个考试上全员挂科，所以没有人有资格说我比你更接近天堂。接着是好消息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注意，是白白的，不是先交3期学费的白白，而是神全额赞助的白白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。保罗说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意思是，在十字架上，神既保持公义，罪必须被审判，又展现慈爱，他自己承担刑罚。这就像法官判你死刑，然后自己脱下法袍，代替你走上刑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没有十字架，我们只能靠自己努力凑分数来接近神，结果就是压力山大，挫折感爆棚，永远不确定自己够不够好。保罗问，既是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因为称义不是靠行为，而是靠信心，这让那些想炫耀我比你敬虔的人瞬间安静下来。最后保罗怕有人误会，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律法了？他说，断乎不是，我们反而因信立定律法。意思是，信心不是免考证明，而是让你真正活出律法精神的引擎。罗马书3章21到31节告诉我们，神的义是礼物，不是勋章。十字架让公义与慈爱同时成立。信心不是懒惰的借口，而是爱与顺服的动力。